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9月16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两个主题，第一个，恒大暴雷，下个是谁啊？第二个是福建疫情持续，厦门封城。先说恒大，恒大今天的消息就是恒大地产的债券停牌啊，就停止交易一天啊。然后在17号复牌，它所有的恒大地产发行的所有的债券全部停牌啊，然后就用新的交易方式调整啊，这是一个防止这个恒大地产的债券受到恒大财富的这个违约的情况的影响，这是一个市场保护措施。这是一方面啊，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呢，我昨天在这个推特上面看见有人拍到一段恒大的私人飞机啊，就是许家印的私人飞机啊，在起飞的这个情况，说目的地是北京啊。那么有人以此为据，说许家印去北京求救啊。第一个，这个视频的时间不确定啊。第二个，有飞机起飞，许家印在不在上面不好说呢，所以这个不足以为据。但是这件事情在这个时候很敏感，所以也说一下啊。好，我们现在讲讲现在恒大的这个形势啊。先说整体局面，第一个，所有的业务陷入停顿啊，基本上卖房子是卖不了的，其现金流入为零啊，基本上他没办法，这个时候没办法卖房进行销售，销售可能性是没有，房地产销售的可能性基本上为零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债权人上门讨债啊，那么主要是银行，然后供应商上门讨债，主要是商票。恒大对它的供应商基本上是用商票打发。那么现在都在找商票，对商票，商票叫商业票据，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各地投资者要求兑现理财产品啊，那么这个还在持续当中啊。不过呢，恒大财富的理财产品外面的少，里面的多啊，主要是它的员工自身买的多。恒大自身的这个员工有14万到15万，那么这14、15万，他们现在的情况反而不明显，外面的比较明显，因为外面找上门找上门。但是毫无疑问，恒大理财目前的情况，不是它最重要的问题。其实恒大财富的问题不是它最大的问题，但是呢，它最明显，因为观感上比较明显。这是第三、第四，银行贷款，债券逐步在到期啊，随着这时间推移，时间值在持续消耗啊，时间值对恒大来说，时间值是非常重要啊。第五个，资产出售没有进展啊，理论上来说，这个时候除非有很大的力度，否则的话，这个时候卖掉资产的可能性会基本上，不能说零吧，很低很低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恒大现在整体的局面。第二个，政府的态度啊，政府的态度有几点。第一个，毫无疑问，政府应该已经有工作组进驻这个恒大集团，那么介入是已经介入的了啊。这个时候政府不可能袖手旁观啊，住建部也好，地方政府也好，肯定都要介入，否则不介入的话，会有后果。但是呢，现在的情况是，政府介入扮演的什么角色不清楚啊，就是说政府用什么身份、用什么角色来介入不清楚，这跟他的策略有关系啊。这是第一。第二，政府在恒大的这个问题上有3个原则
啊，哪三个原则？第一个不能破产，恒大破产后果很严重啊，大家知道有三个后果，第一个金融风险啊，恒大有100多家银行跟他有往来，有100多家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跟他有往来啊，恒大有巨大的债务啊，那么如果他破产，那这些银行导致银行的这个坏账，从而引发金融风潮啊，这是一条链条，这是个经典链条。所以第一个金融风险，所以第一个金融风险，第二个，小业主啊，恒大应该有将近30-40万个小业主啊，中小业主啊，那么就是还没收楼，交了钱买了房子还没有收楼，恒大应该有几十万吧，几十万，30-40万应该有啊，这会成为另外一个30-40万，你说一下多少个家庭？30-40万个家庭啊，还有中小投资者，就是恒大理财，这是第二个风险，就是说如果恒大破产，那么这些肯定这些楼盘肯定成为烂尾楼，那么这个楼房一烂尾，那么中小业主那就会维权，这个麻烦无日无之，因为他们的很多人是毕生积蓄啊，后果很严重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房地产行业的风险，你想一下，恒大作为行业第二倒下了，那后面的那些债权人，肯定所有的人都会收紧银根，都会把这个钱往回收啊。所以，针对房地产，现在是政府对房地产行业收紧银根。那如果恒大倒下来的话，那所有的金融机构都会对房地产行业收紧银根，那可能就会引发更多的房地产公司倒闭。所以这是有三大，就是说恒大倒闭会直接带来三大风险。所以呢，第一个原则就是不能破产，不能让恒大破产。第二个，不能救援，政府不能伸手去救援，就是说救援政府不能掏钱，基本上这么说啊。救援他肯定是要救援，其实他已经救过几次了，甚至我救援不准确，应该是不能掏钱啊。不能掏钱的原因有几个，第一个，恒大盘子太大，黑洞也很大，而且不知道有多大啊。如果真的掏钱的话，可能背上沉重的包袱啊。你比如说，你让财政不可能啊，财政不可能的话，那你就是让国企伸手，国企自己现在都苦哈哈的，他除非跟银行出钱，银行要掏钱的话，那沉重的包袱。而且如果你去救他，你真的救他的话，那其他的怎么办啊？所以呢，政府不能够就是把恒大背上啊，基本上是这样啊，这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不能维持原样，就是说不能够说伸手把它搞定，扶起来，好，搞定，继续走吧，这是不可能的啊。那么恒大肯定会易主，许家印一定会出局啊。那许家印带来了麻烦，他要付出代价啊。何况他后面还没有金主来站出来，肯定要搞他。所以对政府来说，基本上就有三个原则啊。政府的选项是什么？政府的选项有三个。第一个选项控盘啊，把它接管，把恒大接管了。恒大接管呢，然后按照既有的方式来处理，可能性不大。为什么？政府要是接管的话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得把恒大背上。把恒大背上，就是我们刚才讲，恒大要是背上的话，这个洞有多大你不知道啊，所以可能性不大，因为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包袱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控盘啊，接管啊，接管的可能性是零。第二个是白手套啊，找一家房地产公司啊来接管，然后呢，政府站在他后面
然后用他的手来做所有的事情，但是其实都是政府要求的，这个可能性也不太大啊，因为恒大这么大盘子啊，白手套，除非你有说服力，白手套你要能接管它，也就那几家公司啊，万科啊这几家，做白手套难度有点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操控现有的管理层，这可能性是最大的。就是派个工作组进去，所有的动作都让现有的管理层去执行，但是指令是由工作组发出的，然后把这个许家印这些现有的董事会的管理层让他靠边站啊，甚至把他拘起来，这都有可能啊。那么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这样做的好处就是，第一个能控制恒大，第二个呢又不用承担后果，全部都盖公章，全部都用董事会名义发，但是呢，其实呢全是工作组的意见，所以它的选项可能第三个可能性是最大。好，在恒大这件事情上有三个难点三个难点。这件事情第一个难点是什么？第一个难点就是时间值消失的非常快啊。如果时间值一归零神仙都难救。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的动作必须快速实现，所有的要做的事情都要快速的做。如果现在不快速的做，那时间值一消失，恒大就完蛋了，就是恒大这个雷就真的就炸啊！所以它有点像什么？它有点像定时炸弹，恒大就是个定时炸弹，时间值就是那个钟，只要它归零就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政府要控制这个局面，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短债，短债有2000多亿，2、3千亿的短债，它必须把恒大的资产拿来抵债，就是要套现，它至少短期之内要套1、2千亿的现，套现把资产卖掉。那这个时候要动员买家有难度啊，有难度，而且很敏感。你说不定中间领导还有一些想法啊，这个找一些自己人想办法，这本来是500个亿按100个亿卖掉，中间领导再全力再套点现，对不对？中间还得上下其手一下。你想想，负责这件事情的官员们都没有想法吗？肯定都有想法，这都是钱，守着这么多钱，怎么拿捏，中间怎么拿捏，这些关系怎么处啊？这有难度啊，有难度。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控制许家印和恒大的管理团队是这件事情的关键啊。那么大体上恒大这个事儿，新闻就没有太多的新闻。理论上来说，现在恒大那里面应该忙成一锅粥忙成一锅粥，非常忙，应该在各种操作都在急速的进行当中。如果不是，恒大就没得救了。这个时候没有去忙活，那恒大就没救了。我们再来讲讲这个下个是谁？所有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下个是谁啊？这就是冲击。冲击是什么？对这个行业的冲击就是恒大暴雷，然后所有的问题跟着后面的问题就是下一个是谁？下一个是谁呢？就会引发什么？引发银根收紧啊。那么当然，恒大暴雷始作俑者是人民银行跟银保监会啊。这件事情是去年8月，人民银行跟银保监会颁布了这个3道红线啊，这就是中国房地产企业开始暴雷的起点啊。这3道红线呢，其实很简单，就三条。第一个，剔除这个预收款，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这是第一条红线。资产负债就是针对资产的负债率。第二个，净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100%。第三个，现金
现金和短债比不得大于1，就是你手上握的现金和短债，短债通常讲的1年期以内的债务都叫短债。你手上握的现金和你短期之内的这个短期之内要偿付的债务相比，不能小于1啊，也必须大于1。也就是说，你现金比能够覆盖短债，那恒大肯定就是没有覆盖短债，所以它才会有这样的危机。然后跟着呢，就是针对房地产融资的监管越来越严厉，而且最重要的是两条啊。第一条是什么？第一条就是人民银行跟银保监会，它这一头去管房地产企业，它另外一头在管什么？管银行、金融机构。它再出一个什么呢？在去年的12月再出一个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房地产贷款的集中度限制，把这个集中度限制什么意思？就是给银行设一个玻璃天花板，你怎么就不能超过这个顶？你只能减少，不能增加，控制资金往房地产流。这个顶一设，实际上从源头就把什么呢？就把资金给拦住了啊！你这一头呢，你控制这个房地产企业，你不能往里扒了太多的债务啊，设三条红线。这一头呢，从源头呢把银行堵住，银行往外放的水减少。那你想想看，还有一个更狠，叫穿透式监管。穿透式监管这就集权工具了啊，数字集权工具才能做到这一点，就是穿透。穿透什么呢？你各种各样的借的钱都直接穿过去，都能够发现，控制住。名股实债控制住啊，这个信贷、信托有很多信托都在表外，也一样穿透啊。所以一穿透呢，房地产公司就傻眼了。为什么？原来很多变通，可现在变不过去了，怎么变都变不过去。变不过去怎么办？变不过去只有2样东西，第一个卖资产，第二个加快卖楼啊，加快卖楼。如果你不够快，你转不过来，那你就完蛋了，因为你借不到钱。恒大就是这个情况，始作俑者，恒大暴雷始作俑者就是人民银行，他把整个房地产企业的融资环境整个翻了个个儿。那么贝壳研究院它的数据，今年房企房地产公司债务规模到期就是今年要还掉的债务是多少？12800亿整个房地产公司要到期要还的，今年那么就是今年是典型的偿债高峰然后1到7月份中国房地产公司境内境外债券融资累计是多少？累计是6428亿就是房地产公司跑到债券市场或者境内也好境外也好发债券，发了多少呢？发了6400亿。我们就说那个今年的债务是到期的是12000亿，也就是说他只借了一半的钱。那意味着什么？借新偿旧的这个模式做不下去，那你就还有一半就是说你剩下还有这么多时间，还有小半年时间，你还有一半的债没还掉那么而且今年的借的这个债券融资规模比去年减少了13%，去年已经下降，去年比前年已经下降，你看持续在下降，那这个压力就非常大就是你没办法借新还旧，那你就必须就把旧的还掉，旧的还掉，你银行又借不了钱。3道红线最厉害的点是什么？3道红线最厉害的点就是你3条线全踩，你处于红色，那你就不能够银行贷款，银行就不能贷新的款给你，你不死路一条。这就是非常厉害，所以现在房企的压力非常大。那你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当时三条红线，碧桂园、万科、
恒大、融创4家头部企业全部都裁全部都裁，恒大3条线都裁啊，然后就大家就开始1年时间嘛，你现在算一下，整整1年时间，这百强房企，当时的情况就只有华润、中海、金地、龙湖和滨江没有没有是绿色的，其他全裁啊。那这1年下来，房地产公司在干什么？房地产公司都在卖房，使劲的卖房，使劲的干嘛？使劲的降债把那个线给取消下来啊。那么贝壳研究院是数据是2020年100家上市公司上市房企40家比19年降档然后裁档率下降了40%，其中有10家下降2档那么到目前为止，3条红线全踩，就是红色的，就是你就不能够跟银行借钱的有谁呢？说给大家听：蓝光发展、金投发展、泰禾集团、泰禾地产、格力地产、华夏幸福、富力地产、中天金融、嘉凯城这8家3条线全踩，3条线全踩就是红色，红色就银行贷不到款那么这几家公司然后呢，你可以看就一路都在暴雷8月11号，阳光100发布公告，这个债券违约2亿美元可转换债券违约。然后蓝光发展是持续的债券违约，到8月2号，蓝光发展有12只债券违约，合计是102亿本息加在一起是159亿，159.97， 160亿然后是实力集团，实力集团的老板是富力地产老板的儿子然后这个商票也是商票没办法兑现，这个供应商去集团维权，协信远创也是债券违约，到7月14号，实质违约的金额达到25亿。那么截止6月30号，今年中国企业信用债违约规模达到985亿，大数1000亿，房地产191亿排第一现在网上流传一个排行榜，就是房地产暴雷的这个排行榜。第一恒大我们就不说什么情况。第二是华夏幸福，华夏幸福曾经是河北的龙头房地产公司它负债4000亿然后3月份宣布资金链断裂，上半年亏损100亿那么到9月4号债务违约达到878亿，账上基本上没有可流动的资金，这家公司就你像账上没有可动用的资金，你怎么做生意华夏幸福的白武士就是中国平安保险、平安集团，它已经计提损失359亿，就是他投资的钱已经 write off 那么中诚信已经把华夏幸福从信用评级的名单中剔除所以华夏幸福可能会是 next 还有一个谁还有一个就是新华联排第3新华联的老板叫傅军原来是2018年胡润排行榜的第82位当时是身价是320亿。那么湖南株洲首富新华联的6只债券3个已经实质违约未按期兑付的金额达到25亿，另外还有三只债券利息延期支付，所以它是债券违约，
然后抵押、质押、被查封、扣押、冻结的资产总额达到454亿啊，这也是个新华联也是个潜在的暴雷者啊。还有就是宏坤地产啊，宏坤地产不太有名啊，但是呢，它业绩大幅下滑，现金流腰斩，融资成本很高，债务压力非常大，巨大啊，净资产率非常的低啊。还有一个就是恒泰地产，恒泰地产是去年行业排行榜是98位啊，知名度不高，但是静悄悄的在做生意啊。今年恒泰地产6次被执行人啊，就是被人查封啊。那么被执行的金额、被查封的金额是多少呢？4771万以上。然后他的项目停工，然后他现在遇到的情况，惠州的2个项目停工，惠阳项目已经停工，大亚湾预售证之前也停工啊，这个风险很大。还有就是实地地产排第6，实地地产就是商票，后来他说商票已经搞定，但是毫无疑问，他的资金状况也不乐观啊。排第7就是蓝光啊，蓝光发展原来是西南王，它的负债是2000亿啊，那么曾经一脚踩进1000亿房企，但是现在的情况呢，就已经差不多完蛋了。那么可动用资金只有3亿啊，那么基本上就不断的被成为被执行人，也就是说他的资产不断的被冻结啊。第8是宝能，宝能集团曾经是深圳，宝能集团最厉害的那件事情就是他举牌万科啊，被姚振华，他老板叫姚振华，姚振华被王石说是门口那个野蛮人啊。那么他的总资产有5653亿，但净资产只有591亿。最近出现的情况就是它的融资平台承认这个宝能投资的信托计划部分逾期啊，然后他的员工讨薪维权，所以他应该资金有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啊。第8是宝能，第9是荣盛，荣盛房地产16强啊，负债2500亿啊，股价腰斩，然后就是3条红线踩中2条，短债很巨大压力啊。那么上半年现金流只有12亿现金流基本上属于枯竭状态啊。然后上半年还频繁的为下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已经公布了超过20份担保啊。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它的美元债非常低迷，异常低迷，说明什么？说明偿债的可能性很小啊。荣盛非常危险啊。还有一个就是泰禾地产排第10，泰禾地产负债2000亿啊，上半年的营业收入只有6亿啊，那么亏损啊，总资产负债率91.81%。然后他老板黄奇森开记者会推销他的中国院子，结果现场被业主维权啊，这件事情就是这样。现在的负债，还有一个排行榜，就是负债排行榜，第1名当然是恒大1.96万亿，第2名是碧桂园1.69万亿，第3是万科1.46万亿，第4名是融创是8500亿，新城控股4000亿啊，这是负债排行榜啊，大体上是这样啊。我们不出意外的话，接下来暴雷的应该就在前面的名单里啊，大家可以去猜一猜啊。这是我们第1个主题啊，就是关于恒大。第2个关于疫情。
国家卫健委公布9月15号，这个新增本土确诊病例49例，福建48例，其中莆田38例，厦门8例，这个泉州2例，云南1例。那么福建疫情从9月10号开始，不到1个星期，已经累计超过200例确诊病例。那么厦门从傍晚起封锁这个同安区啊。厦门情况是这样：9月16号傍晚，这个同安区全区封闭啊。那么18时起，同安区域所有的人员禁止离开啊，人员车辆只进不出。这第一。第二，全区所有的村居委会小区实行严格的闭环管控。非本区居民不得出入啊。第三，出入通道实施24小时值班啊，那么减少人员流动。第四，人员进出必须测温、验码、戴口罩啊，人员车辆逐人逐车核查，符合防控要求方可进入啊。第五，所有的人均严格遵守，不得违反。第六，主要的进出口，进出同安区的情况，禁止车辆通行，只有公务、抗疫、救援、救护车辆可以例外啊。然后封锁几个主要通道啊，基本上同安是有60万居民啊，60万居民就基本上封闭了啊。那么同安是厦门的一个疫情爆发的重点啊。那么厦门的第一个病例就吴某某啊，就是莆田的一个确诊病人的家人，他在同安上班，同安的一家工艺品工厂上班。那另外33名确诊病人全部是他的同事。就是他从这个莆田他的家人确诊，他到了同安，然后传给了他33个同事。那么9月13号厦门已经发出公告，就是加强全市居民小区和各村之间的管理啊，把管理分成3类。第一个管控类封闭隔离，足不出户，服务上门，这是最严格，就是封闭式管理。第二个是管控区，第一个是叫封控区，第二个是管控区。管控区是行人不出区啊，严禁聚集。第三个是防范区，就是外围严格限制聚集。那么9月16号疫情防控发布会那么9月15号下午4点到9月16号下午4点。厦门新增确诊病例是18例，厦门累计病例是66例啊。那还有一个就是无症状感染者。那么厦门已经排查了这个密切接触者1905人啊。那么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2377人啊。那么全市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已经完成。大概是这样。这是厦门莆田啊。莆田的情况就是累计是129例啊，其中14岁或者以下的是58人啊，12周岁以下的57人，也就是说都是小孩子啊。那么这次疫情传播链是小学和幼儿园啊。那么确诊的儿童集中在莆田的仙游县，叫凤亭镇的小学和幼儿园啊。那么泉州、厦门确诊者都有12岁以下的儿童。现在就发现12岁以下的儿童是这一次福建疫情的薄弱环节大概是这样。那现在的情况是小孩子进去呢，现在这个莆田的做法，网友有很多的批评就是说
他现在不让家长赔啊，不让家长赔。他现在在那个有些网上有照片说，一个4岁的小孩子自己在医院里被隔离啊，自己去做检测，穿着这个防护服，那个病人看的，就是网友看的都很伤心啊。就是你想想4岁的孩子，没有家长陪，不知道他们这个是怎么管理。泉州的情况是，泉州中风险的地区已经增加到3个。那么泉州教育系统是全员核酸检测，然后就是呃9月19号16时起居家不外出啊。嗯，基本上是这样啊。现在的情况是，福建的疫情爆发的速度非常的快，比大家想象的要快。最大的问题，现在最大的一个破口是什么？最大的破口就是莆田。莆田在它进行封控之前，已经离开了3万人，从8月26号到9月10号，大约有3万人离开了莆田，离开了出省，3万人出省。那现在这3万人出省，到底对全国的疫情有什么影响？不清楚啊，现在还不清楚，因为现在马上就是中秋节，后面跟着就是国庆节，那后面产生的影响不知道，现在可有风险，风险非常大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现在是9月16号，云南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啊。这个人呢，户籍是福建，但其实他还没有去福建啊，所以他的源头不明，云南这个源头不明，这是一个。就是云南卫健委啊，他长期在瑞丽经商，半年没有回去过福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杭州西湖区报告1例这个无症状感染者啊，这是一个啊。他是8月13号从广州飞抵杭州，然后封闭之后，结果又发现啊，9月15号进行这个核酸检测，因为他要出国，然后就结果会是阳性，阳性怎么办？就隔离。这个杭州发现1例，北京发现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那疫情大概是这样，疫情现在的情况就是，还是我们说的啊，在没有疫苗无法形成有效的群体免疫的情况之下，各地不断的会出现爆发，这种级别的爆发啊，就是比如说之前的广州，后来到南京，现在是福建啊，这个然后不断的讲这是外来的。其实哪里来的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不断的爆发啊，这是个非常重要而且非常明确的特征，就是没有形成群体免疫，然后就不断的在爆发啊，一爆发就干什么？封城，一封城经济就被打击，所以你可以看7月份开始啊，经济开始往下走啊，虽然出口很好，但是整体经济还在往下走，8月份的情况就在恶化。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疫情，疫情不断的爆啊，所以这个风险就是你控制不了。好吧，那我们今天的2个主题就这样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明谢啊，刘玲谢谢，三根铜谢谢，二师兄谢谢。UGDF 谢谢 Roger 谢谢。情况，恒大在浙江乐清，这乐清是浙江吗？啊，我印象中啊，富清是福建啊。乐清的未完工楼盘正被正泰电器接盘了，应该是政府牵头让当地龙头企业接盘，因为正泰电器从来没有涉足房地产业啊。OK。
情况，据恒大内部的人透露，恒大这个月申请过破产，被政府驳回啊。哦，是吧？啊，这是很大的事儿哦。观点，恒大的问题不仅是它本身债务，房地产本身牵扯到投资客、一般客、上下游的厂商，它不仅仅是单纯的数字金融游戏，而且牵扯到实体经济，这对银行最伤。老共真的有做整体系统的压力测试吗？真的怀疑啊，这个我印象中是有的啊，人民银行是做过的。路透报道，还可以吧，应该可信吧？啊。理论上做这个动作不难嘛，是吧？啊，观点按习的性子，恒大大概会玩完。习看不起民资企业，而且不在意民企倒闭带来的老百姓失业问题。习经历过国企改制大规模下岗潮，他觉得下岗没啥了不起。下岗潮既然发生过，就不是底线，属于可容忍发生事件。嗯，我何以见得他经历过国企改制？嗯，国企改制的时候，他还在宁德地区呢，啊，所以宁德地区有多少国企？我觉得宁德地区没几家国企，啊。观点：恒大出事后，我原以为恒大集团会切割恒大财富，以断尾求生，没想到政府介入，而且是摁住债权人。这种摁住债权人会造成一报十，十报百的，类似原子弹的链式反应。提问：请问王老师，许家印是否要负法律责任？好问题。许家印是不是需要负法律责任，牵涉到两点。第一点，恒大地产或者恒大集团，或者是恒大所有的这些公司，有没有发生违法行为？啊，你比如说恒大财富，恒大财富它发行的理财产品是不是违规行为？啊，这是第一个，很重要，就是恒大的这些企业、这些机构有没有出现过违规行为、违法行为？这第一个。第二个，在这些违法行为当中啊，因为这是企业违法，企业违法，法人代表要负责。那么哪些是哪些是许家印在做法人代表？这他承担什么责任？这个要捋清楚，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要讲得完。如果用普通法来说，必须法院判了才能说啊。提问：请问王老师，就算工作组进驻，资金从哪里来？又让银行放款吗？那不是国家帮恒大买单，银行也不是国家啊。第一个，我们节目上讲过了啊，我不觉得政府会掏钱啊，那怎么办？找人买资产呗啊。刚才不网友有说嘛，正泰接了一个楼盘，正泰接了乐清的一个楼盘，对呀，大概会是这样吧，我觉得啊，政府不会掏钱啊。提问：请问王老师，可以讲恒大许家印与 CCP 就好像玩猫和老鼠的游戏，在祸及广大投资人的基础上，给 CCP 挖了个大坑。你想怎么比喻，你自己要建立这个比喻的逻辑，不是我来建立啊。你要建立一个比喻，你自己要建立这个比喻的逻辑，而不是我来帮你去圆这个比喻的逻辑，好吗？OK。情况：江苏某县级市恒大项目9月15号停工，5000户业主受影响。去年恒大6折卖楼花，200万的房子120万。恒大很多是这样。观点：还是意大利那一群搞足球的人最实惠，拿了恒大好几亿现金回意大利去了。恒大足球好像也被出售了。观点：恒大最后的结局很大可能是政府接收所有的资产和楼盘，然后变成政府的东西，重新分配，就不知道老百姓的400亿恒大财富损失谁会赔，估计是没了。
嗯，如果政府这么干，那政府就是土匪了啊，就是把财产抢走，就不管债务了啊，那就是土匪了啊。情绪，政府当时卖地的时候，P2P 领头宣传996，社会道德沦丧，天天新闻电视上一切向好，奢侈的举办冬奥会、全运会等等，所有一切的悲剧，实际上是因为 CCP，可怜可悲可叹，大部分中国人还看不清楚啊。提问，请问可否王先生点评万科的情况？万科有什么情况？万科出什么状况？我没看到哎。万科评价一家公司嘛，评价一家公司在专业上叫企业诊断，就是对一家企业进行全方面的分析和评价。我现在没做这工作，所以评价不了啊。除非他出事儿，不出事儿真评不过来啊。提问，请问王老师，恒大的问题是否对官场会造成撕裂？像是中央住建部会要求恒大首先完成在建的楼盘，但管金融的可能要恒大先偿债，诸如此类的矛盾。各个官僚为了自己的乌纱帽，会对官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嗯，影响不大吧。官场跟这个关系，当然你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职责，那么不行就全部在一个工作组里边。工作组里面有住建部，有人民银行，有这个外管局，有谁？有这个叫什么？银保监会、证监会，全部都在里头，不就行了吗？一开会，反正也不是自己的事儿，撕什么裂呢？啊，真的为这事儿给打起来，安排个组长，组长决定，大家执行就好了，这很容易协调，不复杂，嗯，稍微有一点管理常识就知道，很容易协调。关键要找一个协调人、召集人负责，比如说派个工作组进去，一定会有一个谁，一定会有一个组长，还有一个什么副组长，啊，组长、副组长，那肯定是某一个部门的某一个级别的干部去主抓这件事情，然后各个部门的，比如说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外管局、中监会，当然住建部是主体啊，可能还有广东省政府的一些人成为这个工作组的成员，进去各查各的账，各查各的事，最后开会汇报情况，组长决定怎么干，这不就协调完了吗？这很容易啊。提问：政府在设三条红线时，应该是能够预料到今天这个局面，毕竟这不是非常难以预测的事情。请问王老师，为什么仍然坚持执行的同时，却没有做好预防措施？难道他们对于行业的了解真的如此肤浅？怎么防范？预防措施没什么预防措施，中国的政府的政策都没有预防措施，从来没有预防措施。为什么？他就是要挤爆它。嗯，是这样，政府制定政策，制定政策的目的是什么？达到一个政策目标，设定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为了达到一个更大的目标。你比如说房地产，房地产要达到什么目标？习近平说房住不炒，啊，那这句话出来之后，所有的政策目标都围绕着这个大目标来实现，那就分解成10个目标，10个小目标，10个小目标实现了，大的目标就实现了，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概念。那他出一个政策的时候，他只考虑什么呢？他只考虑这个政策能不能帮助他实现那个小目标，他考虑这个。他如果要把预防的措施也准备好的话，那他要付出代价，付出什么代价呢？就是他要为这个政策兜底。你说的这个话就这个意思。中国政府的所有的政策都不兜底，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底在哪儿，很多事情是没有底。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团灭，
团灭教培行业。团灭教培行业有2个直接的后果，鬼都知道的事情，一眼就能看到。第一个，大规模的失业，大规模的倒闭。你想一下，你把原来的一个培训机构变成非盈利机构，那你原来的营运成本一天是一个月是200万，你变成非盈利机构，可能一个月的收入只有20万。那这个老板你就面临一个选择，你要么倒闭，要么呢就减员，减到20万的营运成本，那可以。那减员和倒闭后果是什么？大规模的失业，数以百万计的人失业。那他有没有预防措施？没有啊，没有预防措施。他哪有预防措施？说因为有失业，我们先给大家登记一下，你失业了就来领钱吧。想什么？中共要是执政有这水平，今天中国经济早就已经不知道跑哪去了。情况坐标6线小城市，多年前有个地产商破产，盖完的房子被政府强制分给另外一个地产商接手，结果楼是盖完了，这家地产商也倒闭了。这家地产商的老板申请破产，政府不让，据说是该地产商在政府那里有一堆的烂账啊。这个地产商跟政府之间的这种，官员也好，商人之间，然后政府部门跟企业之间，嗯，老实讲呢，我们就判断不了的，没办法判断，因为太复杂，非常复杂。提问，请问王老师，恒大的问题在中国房企中是否存在普遍性？是的，恒大的情况就是中国房地产企业的一个缩影，只不过呢，恒大的规模最大，就是说恒大的盘子非常的大啊。那么它这么大的盘子，它有没有条件做这么大盘子？那没有条件，它没钱啊，就是空手套白狼，就是滚动式往前走。所以它资金链非常的脆弱。我一直讲过，从我听到恒大这个名字到现在，每次听到的名字都跟资金链断裂这个词汇关联在一起，每次都是每次都是如此。为什么？它就是把资金链绷得这么紧。它总共就俩盖，就俩杯子，它总共就俩杯子，这个2个杯子有2个盖子。结果呢，他要搞多少个杯子出来？他搞50个杯子，甚至搞100个杯子，但他就俩盖，那怎么办？那就盖来盖去呗，干挪来挪去，挪来挪去。中国房地产企业基本上这样，但是把这件事情做得这么极端的就是恒大，而且他把它做成了排行第2，曾经是第1，所以它是存在普遍性。但是做到他这么极端的，也就是许家印。那许家印也没把它当资产，他只是把它当挣钱的平台，大家都在上面挣钱，我也在上面挣钱，就是这概念。提问，请问王老师，政府这样直接逼死恒大，岂不是从一开始就打算一起牺牲掉那些相关的买房人和债主？不管，这中共就是这样，不管。那你团灭教培行业，不是直接把教培行业里面产生了多少城市的中产阶级？一个教培公司，对吧？有一个100-200人，这个老板不是个中产以上吗？你在里面年薪，有些教培企业的这些明星，年薪100万，那不算中产以上吗？对不对？那你消灭多少？教培行业一上来就消灭，这么全消灭掉了啊！那不都消灭掉？中共的政策从来不管这些，那多了去了，我们要跟大家数，讲都讲不完啊。他就是要牺牲掉，他的政策在政策之下，其他的事情他全部都不管。提问，恒大其实去年开始就已经有债务到期还不上的问题，请问王老师，中共为什么依然允许那些高层在今年5月和7月兑现了自己的理财产品，不监管这家公司的现金走向吗？所以大家会怀疑他的理财产品是非法销售理财产品。
应该他就没有监管啊，否则他怎么能这样兑现呢？理论上来说。观点：国家会让3、4线城市小企业复活，需要为他们提供劳动力，这样就能解决地方财政平衡的问题。国家想的事情很多，大部分都没实现啊。那实现的那些呢，付出的代价都比得到的成果要大得多。所以国家的事儿，你别迷信政府，中共治国都是打哪指哪，都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的事儿，所以你千万别信。情况：恒大是盛京银行的最大股东，盛京银行上对恒大有1000多亿的贷款，老同学干装修队赚了不少钱，投了盛京银行的理财产品。我跟他讨论恒大盛京银行的关联性，结果他为顾及10几万的利息，决定还要在银行里挺着。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情况：好友在厦门，厦门已经多个小区和街道被封，这次很多都是未成年人感染，尤其是莆田，非常对。情况：坐标厦门，我姐姐是厦门岛外某学校教师，本次疫情被要求充当核酸检测志愿者，工作内容是录入信息。今天的核酸检测过程中，他发现有一些人是当天下午第2次核酸检测，早上测过一次，下午又来一次。现在录入信息的电脑都看到本轮核酸检测记录，所以基本排除信息没有录入，需要重新核酸检测的可能性。我猜可能是在刷数据，要么掩盖人口和普查数据，要么掩盖疫情数据，用阴性人盖住阳性空缺。有可能，有可能打2次啊，本来就没那么多人，结果明明他知道嘛，他知道没这么多人，所以呢，他报上去是100万，结果实际上只有80万，那怎么办？那就让20万重新再测一遍。情况：坐标厦门岛内，我们还没有停班，现说是封城，但我们还是要通勤1小时去上班。不过已经通知学生停课，起码要1个月。小学生检测都是在学校检测到凌晨，小孩子困到直接睡在座位上。情况：坐标厦门，今天岛内很多小区都封住了那么进出小区需要测体温、看健康码，但没有下令居家隔离，很多人还需要通勤。OK。提问坐标北京，上个月底去过厦门，今天接到通知说8月12号以后去过厦门就需要隔离观察。请问王老师，这是不是说明8月12号厦门就有疫情，但那个时候没报？它的理论上来说应该是9月10号开始，厦门的疫情，不是厦门，应该是莆田。我就算是厦门也同时算的话，它应该是潜伏期最长是14天，往前推14天，往前推14天也应该是去掉10天，26号，也就是说26号以前有可能接触。那么如果你再保险一点，你就怎么说呢？26号以前，你怎么着也不会早过20号，8月20号。他现在说12号，那就很奇怪了。而且这次 Delta 的变异株，Delta 变异株的特点是什么？7天，7天是它的潜伏期。如果是9月10号开始的话，理论上应该是8月份都没关系，都是9月份的事儿。那现在通知12号以后去过厦门，这就有点奇怪，可能就是有瞒报的情况啊。厦门部分局部封停，
感觉疫情已经漫开，但目前尚未全市封停，不知接下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啊？嗯，厦门，我担心的不仅仅是福建的问题，我担心的是莆田。莆田就是疫情爆发之后，有3万人离开了福建，啊，这3万人到底会怎么样？这是我觉得最大风险的地方是这个。情绪4岁小孩子远离父母，隔离28天以上，独自生活，给孩子心理带来的伤害怎么形容？是这样的，我觉得非常的不人道啊！观点让4岁孩子离开父母，单独去隔离，真的是没有人道，非常对啊，非常没有人道啊！情况，马来西亚政府最近已经不再公布新增感染人数，陆续开放，不再封城。上周新增感染数据是每天1万5到2万，死亡每天是250到500。目前大部分人已经接种完2剂疫苗，不知道这种全开放式准备与病毒长期共存的处理是对是错？马来西亚全国已经疫苗打完了吗？为什么还有这么高的感染率呢？每天1万到2万，15000到2万，很奇怪啊。如果全部打完，理论上来说是，而且打的是什么疫苗？不是中国国产疫苗吧？观点：台湾在疫情较严重时实施3级防疫，对服务餐饮业影响已经很辛苦。中国这种更严峻的封管措施，对于民生经济打击可想而知，非常对啊。情况，我的客户倒腾恒大商票票贩子，我今天跟他聊，他说恭喜你，住建部把银行摁住了。他说没用，银行是小头，老百姓供应商才是大头，银行政府摁不住，政府不用摁，为什么？因为供应商跟老百姓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就是他们没办法对恒大怎么样，但是银行有办法。为什么？银行可以去法庭告他，就是直接去采取行动啊。但是老百姓跟供应商不行，所以摁住银行很重要啊。情况，恒大为了堵自己的窟窿，搞这个理财产品，连自己的员工都割，非常对，都是先割员工，都是先割员。海航也是，海航一样，理财产品先让员工买，员工买了以后，员工销售起来就非常起劲。观点，对政府来说，第一，中央政府认为任何政策都会有人被抛弃，舍弃哪部分无所谓。当初国企改革也就是这样。第二，他们认为他们自己为了党、为了国家牺牲一部分利益没关系。第三，地方官的乌纱帽只有上级领导决定，所以会坚决甚至过激的执行命令，非常对。提问，王老师，为什么房地产暴雷的时候，我的亲戚还要买第3套房？由于购房限制，他们决定以公司的名义购买。为什么我在墙外听到的、新闻里听到的和群里看到的信息有这么大的差别？这个问题你得问你亲戚，不是问我，我怎么知道呢？啊，我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买。那么墙里墙外的差别这么大，你知道中间差的是什么？差的那堵墙啊！墙里墙外信息差别这么大的原因是中间隔的一堵墙啊，一个有信息自由，一个是洗脑的信息，就是这么差别啊。提问：昨天接到猎头电话，被调一个富力地产法务副总，这位副总应届毕业进富力，忠心耿耿干了20多年，现在居然要跳槽。富力的企业文化就是鼓励员工忠诚，不跳槽长期干。请问王老师，现在出这种情况，是不是说明富力快不行了？不能做这个结论吧？为什么？如果有人去挖他，如果有人去挖他，条件很好，
他可能在富力干了20年，可能工资就不特别高。那你记住，一家企业当他在灌输这种忠诚文化的时候，你知道他想干什么？他想欺负你，让你拿更少的工资，他想少给你钱。一强调忠诚，就是想少给钱。中国的企业文化里面，所谓的团队建设，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洗脑。洗到什么程度呢？洗到你认为你在这里少拿钱，在这里干都很好的地步。所以呢，就任何一个企业，中国任何一个企业，当他一开始灌输忠诚这个概念的时候，他就准备干坏事。所谓的坏事，就对你而言是坏事，就少给你钱让你忠心耿耿在这干所以，一个副总跳槽，肯定是有人高薪挖他了。20年的话，肯定薪资不高因为他不跳槽，不跳槽他就不给他加。复利会不会有问题？我不知道，不确定它不能够形成因果逻辑关系。情况58同城安居客要求出租房子必须用房产证进行房源真实性验证，导致大量无房产证的房源出租困难。以泉州为例，城中村的房源只能靠人在村中看着录像向租客的路人问，放在58的房源不到1入，不知道这是政府行为还是58企业行为，目的何在？目的就是不承担责任不承担责任，这就是唯一的目的。对他来说，房源多一点成交，那么有好处有收益。那么现在把这件事情一做，房源减少，对他来说是有损失。但为什么有损失也干？那肯定中间是有责任的问题，政府肯定是要他背锅好，明谢唐伟，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